今天的马股可谓血洗成河。你看银行股 Maybank CIMB 这些平时散户眼里的定海神针，现在是一片红色，股市大屠杀。但是还是有一些青青的地方，不是你的头顶，而是那些油气股。Dialog 逆势狂飙将近 10%， 国油石化暴涨超过 7%。 今天这支影片我不跟你聊中东的战况有多惨烈，我只带你拆解一个真相。今天逆势暴涨的油气股，机构到底是在买它的基本面，还是在拿你们的恐慌和佛魔情绪当提款机？看完这支视频的定价逻辑，决定了你在今天大跌后是成功避险还是高位接盘。要看懂今天这种极端的行情，你首先要强迫自己跳出散户的思维模型，戴上机构的眼镜去问一个问题：今天市场到底在给什么东西定价？先看大盘的无差别暴跌。今天外资和宏观基金疯狂抛售银行股，他们砸盘不是因为哪家银行的业绩暴雷了，他们是在为中东局势可能引发的全球滞胀危机带来的风险重新定价。这个时候你再看逆势狂飙的油气股，现在很多 Uncle Auntie 一定会跳出来告诉你，哎呀，因为中东打仗嘛，石油供不应求，油价破百，所以油气股必须大涨啊。如果你脑子里信了这套简单逻辑，那你就是今天最完美的接盘侠。仔细听好，今天大资金在 Dialog 和国油石化上的暴拉，压住的根本不是大马油气基本面的长期反转，他们压住的是 supply shock。 请千万注意我的用词，市场今天给这些油气股支付的是情绪的溢价，绝对不是利润的溢价。在股市全盘大跌，热钱最喜欢干什么？就是精准拉抬这种自带战争避险标签的板块。为什么？因为在所有人都在害怕的时候，他们只需要动用极小的资金去点火，就能瞬间激活全大马散户的 FOMO 心理，让他们进去帮抬轿子。接下来我要挑出一个致命误区，也就是油价暴涨等于公司马上数钱的小白思维。很多人的底层逻辑完全是错的，他们看今天国际油价冲破110美元，就开始在脑海里疯狂脑补，哎呀，这些油气公司的银行户口明天是不是就会自动多出1倍的现金？错，而且错的离谱。你必须搞清楚马股油气板块的真实生态。马股绝大部分的油气公司根本不是像中东土豪那样直接把原油从地底抽出来按天价卖掉的。大家一定要分清两个概念，现货价格与长期合约。现货油价的飙涨是市场情绪的温度计，但真正能写进公司财报里变成 earning per share 派发给你的，是他们手里握着的白纸黑字的工程合约。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道壁垒。你用常识想一想，今天中东炮火连天，油价暴涨，难道 Petronas 今天下午就会火急火燎的把几亿令吉的工程合约直接砸给这些服务商吗？根本不可能。就算退1万步，即使开始招标签合同，从工程落地施工到最终的 revenue 入账，这样高的现货油价想要最终转化为这些服务商户口里的高利润，中间至少存在6到12个月的巨大时差。而那些今天盲目追高的资金，他们花了极贵的价格买的却是一个要等到12个月后，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兑现的利润。他们不当接盘侠，谁当？既然理清了这个时间差，现在我们就来扒一扒今天暴涨的股，看看散户们到底买了个什么东西。很多人一看到新闻说油价涨了，就去找 oil and gas 的股，然后就无脑冲进去。但你有没有搞清楚他们在产业链里到底处于什么生态位？之前我在我的 video 就简单解释过了，不懂的可以去看。先拿今天暴涨超过 7% 的国油石化来说，很多人以为油价涨它就赚翻了，简直是搞笑。国油石化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下游，它是做石化产品的。国际原油和天然气价格暴涨，对它来说根本不叫利润利好，那叫原材料成本飙升。在一个全球面临滞胀、消费疲软的大环境下，如果国油石化卖的石化产品、塑料、肥料无法把这暴涨的成本转嫁给终端客户，那高油价不但不会增加它的净利，反而会狠狠压低它的 gross profit margin。 买下游化工股来对冲高油价，这等于是在买一个成本爆炸的定时炸弹。我们再看今天的主角，暴涨 10% 的 Dialog。 确实是一家被投行看好的公司，但它的核心基本盘是什么？是中游的仓储服务和下游的工程建造。今天油价是80美元还是110美元，根本不直接决定它的租金能收多少。决定 Dialog 命脉的核心指标只有2个。第一，
他建好的储油罐有没有被客户租满？第二，油气巨头有没有批给他新的厂房扩建工程？如果现货油价飙得太高太快，反而会导致贸易商不愿意囤油，储油罐的周转率甚至可能下降。所以你现在看懂了吗？散户和聪明钱把国有石化和 Dialog 当成了中东那些直接靠卖高价原油躺赚的上游产油国来疯狂爆炒，真的觉得很搞笑。当潮水退去，那些拿着买产油商的逻辑去接盘服务商和化工产业的人，一定会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既然不看油价，那我们看什么？只有一个 Petronas 的资本开销与项目拨款安排。请记住，谁出钱给多少，什么时候下单，才是真正决定谁能赚钱的关键，而不是油价现货的涨幅。事实很简单， Petronas 在最新的 Activity Outlook 中已经列出2026到2028的活动节奏，并且管理层公开的中期 Capex 方向是决定本地油气设备与服务年度蛋糕大小的主轴。如果 Petronas 将未来5年平均 Capex 维持在大约 RM4051 的区间，那么可以支撑部分服务商获得合约。但这个数字如果没有上调，今天暴涨的溢价就缺少基本面支撑。更要注意的2个持续性真相：第一，从 Petronas 修订 Activity Outlook 到服务商实际把收入写进账面，通常有明显的滞后，常见6到12个月。第二， Petronas 会分阶段发包，从招标到合约签订再到施工，这些都需要时间。今天市场给出的 10% 溢价多半是情绪在付费。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一次会不一样，那我们让历史自己说话。把时间拨回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当时国际油价也是冲上$100以上，市场情绪瞬间被点燃，所有能源相关股票被疯狂抢购。在马股也是一样，当时的 Hibiscus 也出现一轮上涨。当时很多人说油价大涨，能源股黄金时代来了，战争会长期推高油价，所以油气股必须重估。听起来是不是和今天的逻辑一模一样？然后怎样？没有然后了，怎么涨上去的就怎么跌回来。市场先是用战争故事把油价推高，再用油价故事把油气股推高，但真正能支撑第二波上涨的从来不是新闻标题，而是合同、订单和现金流。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第一波暴涨定价的是散户的想象力，第二波长牛定价的才是企业的执行力。如果你用这个框架回头去看今天的行情，你就会发现今天被疯狂追捧的 Dialog， 它现在所处的位置很可能仍然只是第一波情绪定价阶段。真正决定这只股票能不能走出一轮长期行情的，不是今天的油价，也不是今天的战争新闻，而是接下来几个月它有没有拿到新的工程，有没有扩大订单，有没有把情绪真正变成利润。好，我们把今天所有的逻辑这里来个简单的总结。第一句话，在地缘政治的紧张情况下，油气股的暴涨不是利润推动，而是恐慌。油价决定市场情绪，但真正决定马股油气公司赚多少钱的是谁在花钱做项目。而在马来西亚，这从来只有一个 Petronas 的资本开销。如果未来几个月 Petronas 的项目没有明显增加，那市场最近追捧的油气股很可能只是战争新闻制造出来的一层情绪泡沫。所以记住一句最重要的话，不要用你的真金白银去为别人的恐慌买单。最后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你们，今天马股几乎全盘大跌，银行股、消费股、科技股全部被砸，但市场里通常只会发生2种事情，有些股票是被错杀，有些股票其实是在被出货。那么问题来了，在今天这场大跌里面，除了油气股之外，你觉得哪个板块更可能是被错杀？不是讲股票名字，而是把你的逻辑写出来。我会在评论区挑几条最有深度的分析，在下一期视频里一起拆解。我是帮你做笔记的阿福，我们不追热点，我们只拆解市场真正的定价逻辑。我们下期见。